这块声卡实测100dB 输出动态，这块声卡大家会比较熟悉啊，实测125dB 的输出。我们把这两块声卡同时连接到一个输入切换器，然后再输出给一个127dB 输入的测量仪进行录制。大家能不能听出来，下面哪段音乐是125dB 的呢？I toss and then I turn inside this bed. Oh yeah, yeah, I said it. 不明显的话再来一遍。I'm unsatisfied with all the Romeos and their goodbyes. Their see ya later's incomplete, their lies. That's why I sigh.来吧，说出你们的答案。不丢人的，因为我也没听出来。动态范围或者说信噪比，指的是音频系统里最大声音和最小声音的比值。由于数字音乐的音量上限是固定的0dBFS， 所以动态范围越大，你就能听到更小的声音，也就是说更多的细节。下面我们播放一段世界名曲，它们分别是 12dB 动态范围、24dB 动态范围、48dB 动态范围。怎么样？区别应该很明显。那为什么刚才的25dB 的差距又没这么明显呢？现代的有源音箱，无论 Hi-Fi 监听还是多媒体，已经全面实现了数字化。声音输入音箱的时候，首先要做的是 AD 模束转换。列出几个我们猜过的音箱，它们内置的 AD 芯片和动态分别是：假如你有一块130dB 输出动态的万元级声卡，输出到音箱时，首先要经过音箱 AD 的线宽门，多出去的部分直接被裁掉。所以，如果130dB 动态的声卡输入到真力 8351B， 动态减少了 15dB， 可能不止。声卡的最大音量 0dBFS， 这是虚拟音量。通过声卡 DA 转成实际的模拟电信号时，需要对应一个实际的电压，所以你经常看到声卡的参数写 0dBFS 等于多少电压。所以不同的声卡音量开到头大小是不一样的。以刚才的万元声卡举例，它对应正 20dBu， 大概 7.75 伏特，而音箱的模拟输入可能对应不同的电压。比如真力 8351B 是正 25dBu， 在这个电平下 8351B 才有 115dB 动态，所以一个在正 20dBu 才能做到 130dB 动态声卡，输入到8351之后，减少不止 15dB， 而是15加5 8351B， 这时只能接收到 110dB 的动态。你可能说了，我用 120dB 动态的 Adam 和 Barefoot 会不会更好呢？那我们就进入下一步，音箱的后级功放，它也有信噪比。Adam 和 Eve 喜欢用的 TPA3220 功放芯片，信噪比是 108dB， 这只是功放芯片本身。那音响厂商当然是不会公布单独功放模块的信噪比，但高端监听会用第三方功放模块，例如 Adam S 系列用的 ICE Power、Eve 4000系列和 Barefoot MN 系列用的 Hypex 功放。这些著名的 OEM 功放厂商会有公开资料，你能查到他们的信噪比会是 110dB 和 115dB。所以为什么主流万元级音箱的输入动态只有 110dB 左右呢？因为这完全够用。无论如何，假设音箱的后级功放没有进一步减少你的动态，那你终于能听到 110dB 动态范围了吗？很遗憾，单元的振膜要克服空气阻力做工，还有更大的损耗。监听音箱行业目前只有一家厂商公布了整机信噪比，就是 JBL7 系列，它的信噪比是高音头 92dB， 低音单元 85dB。其他音箱虽然没有公布，但我们可以算一下。这时候我们的单位要切换到物理世界的 dBSPL， 注意它跟数字世界的 dBFS 和模拟世界的 dBu 都不一样啊，它有最小值0，这是人耳的听力下限。那还是以8351B 举例吧。Longton SPL 声压级是103 dBSPL， 它在1米处的底噪是
dB， 那这样算下来信噪比就103.5，但这样算其实不太准，因为 8351B 在90 dB SPL 的时候，低频失真已经达到了2%。你想想，你的声卡在0.0000几的失真呢？如果你能接受这2%的低频失真，这时候 8351B 的整体信噪比应该是90.5 85 dB。大家对90 dB SPL 声压机可能没什么概念了，这相当于你离大卡车10米的噪音，來來回回咁好嘈嘅聲，即係嗰啲破車啊，咔咔咔咔咔嘅聲。根据世卫组织推荐呢，如果不想损害听力呢，成年人每周的声压剂量是80 dB SPL 40小时，也就是在80 dB SPL 的音量下呢，每天听歌不能超过6小时。如果不想邻居报警，又不想损害听力，你最终能听到的信噪比是 80.5 等于75 dB 了吗？为什么网上没有人说真力的5 dB 本体噪音大呢？因为这5 dB 只有消音室才能测出来，而你的房间底噪远高于此。根据 ChatGPT 的回答，正常的录音棚底噪有20到25 dB SPL， 如果你在家里没有做任何隔音处理，那起码大于30 dB SPL。所以如果你在录音棚用90 dB 来工作的话，你大概能听到90减20 70 dB 的信噪比。如果你在家很安静的时候，你大概能听到80减30，也就是50 dB 的信噪比。那130 dB 动态范围难道是智商税吗？对普通人来说是这样子的，但对于录音棚来说，声卡并不是直接连接音箱，至少还要连接跳线盘或者监听控制器，因此动态越高越好。另外，录音师的任务是处理母带前的音乐，至少会比正常歌曲的音量小10 dB， 这就需要比普通人多10 dB 的动态进行弥补。最后再考一下大家吧，我这儿有一个1000元的声卡叫码头 M2， 它的输出动态是120 dB。 Lynx 有一台贵了将近20倍的声卡 Hilo 2， 动态127 dB， 请问在同样音量下，谁的输出动态更高呢？这还用问吗？注意了啊， M2 的输出电平是正16 dBu， Hilo 2是正24 dBu。 如果将 Hilo 2开到同样的正16 dBu 输出，动态要减少8 dB。 在这个输出电平下， M2 比它高了1个 dB 的输出动态，就是这么神奇。